大家好，这里是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一个连接台湾与东南亚的频道。我是驻点在美国的台湾编辑向元，目前是关键评论网东南亚组资深编辑。今年4月25日，前天主教领袖教宗方济各过世。5月8日，在天主教会枢机主教团投票下，选出了新任教宗梁14世，是天主教教会史上第一位美国教宗。在枢机主教团会议召开期间，有亚洲方济各之称的菲律宾枢机主教塔格莱一时成为媒体的热门人选，也是唯一一位被点名来自亚洲国家的枢机主教，不禁让人好奇，身为东南亚国家的菲律宾，在天主教教会中扮演的角色，而菲律宾又是如何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呢？在影片开始之前，别忘了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在菲律宾，有约8900万人信奉天主教，占全国人口超过 80%， 是亚洲天主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第3大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过去，包括有教宗保禄6世、若望保禄2世和方济各，都曾在亚洲访问行程中特别安排到菲律宾会见天主教教友，其中若望保禄2世还造访过2次。而菲律宾的天主教开教史要从1521年受西班牙王室赞助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的全球航行说起。当时麦哲伦的任务是寻找一条向西航行前往香料群岛的航线。香料群岛在今日被称为摩鹿加群岛，是位于印尼东北部和菲律宾东南部的一小群岛屿，因生产肉豆蔻、丁香和胡椒而闻名。1521年3月的复活节，麦哲伦在利马萨瓦岛登陆，同行的神父们在此举行了在菲律宾土地上的第一场弥撒。随后，船队又开往苏务岛，并展开传教活动。根据记录，同年4月14日这个星期天，就有约800名苏务人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在起初，苏务岛上一位名叫胡马邦的酋长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也影响约2000名村民受洗。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天主教信仰。一位名叫拉普的酋长更领导村民与身为外来者的麦哲伦爆发激烈冲突，而麦哲伦也在这场冲突中丧生，信仰的传播也就此打住。直到1565年，西班牙探险家德莱加斯皮受美洲新西班牙总督任命前往菲律宾拓展殖民地，才又再次将天主教信仰带到菲律宾。在这支船队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名叫乌达内塔。乌达内塔不只是位航海家，也曾是位奥斯定修会的修士。他当时是以传教士身份前往菲律宾，对当地原住民的真诚关怀受到了居民的认可。而随着天主教会将菲律宾各岛屿的传教与管理责任分派给各修会，也开启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群岛中更有系统的传播。当时，神职人员透过盛大的弥撒、神职人员服饰、圣人圣像、祈祷氛围来吸引当地的村民。而在有西班牙人建立的村庄城镇中，教区神父不仅握有重大权力，教堂也成为居民的生活重心。经由主日弥撒和洗礼、圣体、监证、婚姻、告解、病人傅油等盛事，让生老病死都有了教会的扶持。而在这经年累月的潜移默化下，天主教信仰也在菲律宾深刻扎根，并在奥斯定会、方济会、耶稣会和道明会的努力下，在当地建立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例如天主教大学、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和德拉萨大学，都对塑造菲律宾青年的价值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到了20世纪初，美国占领菲律宾时期，许多前往菲律宾的美国传教士希望能传播新教信仰，但以天主教为信仰的核心却并未动摇。如今，除了明达纳尔岛和苏禄岛是以穆斯林信仰为主外，其他菲律宾国土都是受到天主教信仰影响。因着西班牙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天主教教会自然也引起菲律宾本地知识分子的批评。在菲律宾民族英雄黎萨的小说《不许犯我》中，就揭露了教会内部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并将教会描述为殖民压迫的形象。不过，随着西班牙殖民时期进入晚期，天主教教会在菲律宾走向本土化后，教会领袖开始扮演着与西班牙当局对抗的角色。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就有多场反西班牙政权的起义，都是透过天主教的民间力量来集结民气。在
在菲律宾独立后，天主教教会也是持续与人民和边缘群体站在同一阵线，尤其希望能借助教会的力量，积极解决城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而这样的初衷，也让教会在60至80年代老马可仕当政期间产生严重的摩擦，许多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甚至因颠覆罪名而遭逮捕。而在1986年和2001年2次推翻腐败领导人的过程，天主教教会也是发挥了关键角色，尤其倡导公民自由的辛海绵枢机主教就被视为第一次与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领袖。说起菲律宾天主教会的特色，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圣婴节和黑纳匝勒人的游行。经过500年来的传播与在地化，天主教信仰已深植在菲律宾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塑造了具菲律宾特色的天主教信仰。这些特色包括了与社区紧密连结的庆典游行和对圣母的崇敬与圣人瞻礼的庆祝，吸引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来共襄盛举。更别说菲律宾人对圣诞节的热衷程度，可是从9月就开始规划一系列的圣诞庆祝活动。虽然菲律宾目前正面临神职人员数量下降的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天主教信仰已成为菲律宾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同前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访问菲律宾时，称呼菲律宾为亚洲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而在有大量海外菲律宾群体的迁徙移动下，这具有菲律宾特色的天主教信仰也将持续传播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今天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我是向元，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